如果我告诉你，你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这么累，怎么努力都赚不到大钱，根本不是因为你不聪明，也不是因为你不够拼，而是因为你太正常了。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思维模式，全都在顺应着人类的本能。而在这个冰冷而残酷的宿命法则里，顺应本能的凡夫，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注定了沦为底层药渣的命运。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扎心，甚至让你感到一丝愤怒？但今天我就是要撕开这个被无数成功者、被那些真正的高僧大德心照不宣，却从未在公开场合明说的隐秘真相。那些真正能从底层泥潭里拔地而起，运势越来越旺，甚至彻底改写家族命运的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极为诡异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普通人眼里，甚至显得有些冷酷、孤僻、不可理喻，因为他们正在亲手杀死自己体内的底层本能。他们掌控了4种完全违背基因的极度残忍的反人性能力。关于这种逆流而上的改命机密，六祖坛经里有一句震碎凡夫认知的隐秘法要：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很多人读过这句话，却根本没有听懂古佛留给我们的顶级智慧。这里的而不动，指的根本不是让你变成一尊没有知觉的木雕泥塑，更不是让你去懦弱地忍受生活的毒打。他是在告诉你，真正掌握了天道规律的人，他们拥有一种高维度的掌控力，能看穿世间一切人际、金钱、情绪的幻象，但他们的心念却绝对不会被这些低维度的噪音所污染、消耗。佛学在本质上从来都不是一门教你如何妥协、如何逃避的玄学，它是一门最高级别的教你如何跟自己基因本能对抗的反人性觉醒体系。凡夫的本能是什么？是看到讨厌的人就想争辩，遇到痛苦的事就死死纠缠，害怕孤独，于是疯狂社交，自私自利，只想着掠夺。你看，顺着这些本能走的人，在佛学里被称为随业流转。只要你顺着人性走，你就会成为命运的傀儡，一辈子被因果的铁锁死死捆绑。而那些在现实中能够成大事、能量越来越强的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逆着人性走。他们是在用一种近乎冷血的觉察力去对抗基因里的贪婪、恐惧、执着与软弱。这就是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都带着一丝佛性，因为他们早就看穿了，顺着人性只能沦为时代的韭菜，唯有逆着人性，才能在废墟之上重建乾坤。这是一场关于灵魂重塑的隐秘旅程。今天的影片，我将带你逐层剥离那些让你痛苦、贫穷、内耗的隐形枷锁，那些让你越过越好的反人性秘密，正静静地躺在因果的深处，等待着有缘人的唤醒。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想要彻底告别那个被外界随意摆布、被情绪反复折腾的旧自己，那么请在评论区里真诚地打下8个字：解脱束缚，大运大放。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留言，而是一次在宇宙能量场里的正式宣誓。当你敲下这8个字的瞬间，你就是在向自己的潜意识，向这个世界的因果法则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你将不再随波逐流，你将开启那股逆天改命的觉醒能量。请随喜留下你的愿力，让我们共同见证你运势腾飞的起点。我想先给各位善信讲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山里的关于一位老和尚和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里藏着今天我们要聊的全部内容。这座山不算高，也不算出名，山腰上有座小寺，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附近的人都叫他半山庵。庵里就一位老和尚，年纪70、80的样子，常年穿一件灰布僧袍，
每天就是扫地、种菜、喝茶、打坐，看起来跟这座山一样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那年初秋，山下来了一个年轻人，看着30出头的样子，脸色却灰沉沉的，像是几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他是听人说这山上有位老和尚很灵，能解人心里的疙瘩，便特意和公司请了假，背着一个登山包一路爬上来。老和尚正在院子里扫地，听见脚步声也没抬头，只问了一句：来做什么？年轻人把这一路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全倒了出来，说自己最近这1年过得糟透了。先是工作上被一个同事在背后说了坏话，害他丢了一个本该属于他的机会。接着家里又因为一件旧事跟兄弟闹得很僵，过年都没回去。再加上前段时间跟交往3年的女朋友也分了，原因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说自己这1年里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这些事儿，白天上班想，晚上躺在床上也想，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整个人像是陷在一个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他说：师父，我是来求解脱的。老和尚听完，把扫帚立在墙边，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让他完全没想到的话：你既然来了，那今天起你帮我管一件事，管这个院子的门。年轻人愣了一下，管门？对。老和尚说，这院子门口每天都有不少人经过，山下村里的人会上来串门，香客会上来烧香，路过的游客也会上来看看。从今天起，谁能进这院子，谁不能进，你来定。年轻人心想，这是什么修行？不过他既然来了，也就照做了。第1天，他坐在院门口的小石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村里的大婶提着一篮子菜来串门，他放行了。一个香客模样的中年人背着香烛要进来拜佛，他也放行了。可没多久，又来了几个看起来是网红打卡的年轻人，举着手机吵吵闹闹地说这破寺也能拍出仙气。年轻人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但碍于自己只是代管，还是放他们进去了。结果这几个人在院子里东摸西碰，对着佛像摆姿势拍照，还议论纷纷，说这佛像太旧了，不上镜。年轻人在旁边听着，心里那股火气噗的一下就冒上来了。等这几人走后，老和尚才从屋里出来，慢悠悠地问他：今天这个门你管得怎么样？年轻人把刚才的事儿一股脑说了，说那几个人太没交貌，简直是糟蹋地方。他听了那些话，气得手都在抖。老和尚听完笑了笑，说：你管的是这个院子的门，可你心里那个门你管了吗？年轻人一时没听懂。老和尚继续说：你看这院子的门，你今天确实管得不错，该放的放了，不该放的你也没办法，毕竟这是个开放的地方，谁都能来。可你心里那个门呢？那几句闲话，那几个人的态度，明明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说完就走了，可你呢，让他们大大方方地走进了你的心里，还在里面住了一整个下午。到现在你身上还带着那股气呢。年轻人愣住了。老和尚继续说：这院子的门再怎么管，总会有些不该来的人闯进来，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境。可你心里那道门是你自己的地盘，你愿意让谁进来，让谁住下，那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事，这是心。很多人啊，把院子的门管得严严实实，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的东西护得紧紧的，可心里那道门却敞开着，什么人什么话都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住下来还赖着不走。年轻人若有所思，但还没完全明白。老和尚说：你先去歇着吧，明天还有事给你做。第2天一早，老和尚把年轻人叫到屋后那片菜地，指着一份长势不太好的青菜，说这片菜前段时间被虫吃得差不多了。
你今天的事就是把这些被虫咬过的、长得不好的叶子通通摘掉。年轻人拿起小篮子，蹲在菜地里一片一片地摘。摘着摘着，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叶子明明只是边缘被虫啃了一点点，剩下大半片叶子还是绿油油的，可老和尚说摘掉，他就摘掉了。还有些叶子看起来完好无损，可摘下来翻过来一看，背面已经全黑了，烂掉了。干到一半，年轻人忍不住问：师傅，有些叶子明明还有一大半是好的，摘掉是不是有点可惜？老和尚正在旁边修剪枝条，头也不抬地说：你说说，如果不摘呢？年轻人想了想，如果不摘，虫子可能还会从那个伤口继续往里咬，慢慢的整片叶子都会烂掉，说不定还会传给旁边的叶子，那不就结了？老和尚说，一片叶子已经破了，已经开始烂了，你越是舍不得，越是留着它再撑一撑，它就越会把这棵菜其他健康的部分也一点一点拖下水。年轻人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突然想起自己心里那些事，同事的闲话，兄弟的旧账，分手的疙瘩，这些事儿可不可以说也是一片一片已经烂掉的叶子？他天天把它们捧在手心里，翻过来看一遍，倒过去看一遍，舍不得丢。结果这些烂叶子是不是也在一点一点的咬着他生活里其他本该好好的部分？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篮子里的烂叶子倒进了院子角落的一个土坑里，那里是堆肥用的地方。老和尚看着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看，烂叶子倒进这个坑里，过段时间会变成肥料，反倒能让别的菜长得更好。可如果你一直攥在手里不肯放，它只会烂在你手里，什么用都没有。第3天，老和尚没有给年轻人安排任何任务，他只是说，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做，就一个人在这院子里待着，不准看手机，不准找人说话，从早到晚。这一天对年轻人来说，简直比前2天的体力活还难受。刚开始1-2个时辰，他还能坐得住，看看山景，听听鸟叫。可到了中午，他开始坐不住了，脑子里一会儿想起公司里那些没处理完的事儿，一会儿又想起跟兄弟闹僵的那次争吵，越想越烦躁。他甚至好几次摸向口袋，想拿手机出来刷一刷，可一摸，发现手机被老和尚提前收走了。到了下午，他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躺在院子的石板上，望着天上的云。说来奇怪，云一直在那里飘着，不快也不慢，也不因为他心烦就走得快一点，也不因为他着急就停下来。看着看着，他的心竟然慢慢地跟着那片云飘了起来。有那么一小会儿，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念头都没有。那一小会儿，他后来回忆起来，是这1年里他唯一感觉到轻松的时刻。天黑前，老和尚走出来，看见他还躺在石板上，没说话，只是坐在他旁边，也看着天。过了好一会儿，老和尚开口了：你看，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最难受的往往不是安静本身，而是那些平时被你忙碌、被你手机、被你各种声音盖住的念头，全都冒出来了，一股一股的往你脸上扑。很多人受不了这种感觉，就赶紧拿起手机，找点声音，找点人，把这些念头重新盖回去。可你今天没有地方躲，那些念头冒出来了，你看着他们，看着看着，他们自己也就走了，对不对？年轻人点点头。独处，老和尚说，不是为了让你什么都不想，而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你心里翻来覆去。看清楚了，你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在怕的，一直在烧脑子的，很多时候不过就是几片云，看着挺吓人，其实一吹就散。第4天，
年轻人下山的日子到了。临走前，老和尚把他叫到跟前，给他指了一个新任务。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务，跟前3天完全不一样。老和尚说，山下村里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前段时间摔断了腿，家里的几亩茶田没人采摘，眼看着这一季的茶就要错过最好的采摘期了。老和尚让年轻人下山的时候绕个路，去这户人家，帮着采一个上午的茶，不要图任何回报。年轻人有点犯难，师傅，我后天就要回城里上班了，这一上午我自己的事儿还没收拾完呢。老和尚笑了笑，没有逼他，只说了一句，这件事儿你做不做都没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世上有这么一户人家，正等着有人搭把手。至于你去不去，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年轻人沉默了很久，他想起这1年里自己反反复复在意的那些事儿，谁伤害了我，谁辜负了我，我失去了什么，这些念头把他的世界越缩越小，最后小到只剩下我自己这一个点。可是此刻老和尚说的这户人家跟他素不相识，他们的难处跟他过去这1年的烦恼没有一丁点关系。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件事的那一刻，他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竟然松动了一点点。他最终去了那户人家，一上午下来，他没有想起公司里的事儿，没有想起兄弟的旧账，也没有想起那个分了的女朋友。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了手里那一哈一勺的茶叶上，放在了那户人家妻子一句一句的谢谢上。临走前，老和尚送他到山门口，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一趟上山，我什么解脱的道理都没讲给你，我只是让你做了几件小事，但这几件小事里藏着的东西够你想一辈子了。年轻人下山的路上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小庵，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几天自己好像被换了一个人，可具体是什么变了他还说不清楚。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这几桩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管院门，摘烂叶，一个人呆着下山帮一个陌生人，他们背后到底藏着哪几样本事？为什么这几样本事偏偏都是反人性的？接下来咱们就一桩一桩拆开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桩事，管院门。这个院门的故事讲的其实是屏蔽力。什么是屏蔽力？说白了，就是对那些跟你的人生没有真正关系的人和事，主动的、有意识的不让他们住进你的心里。无关紧要的人讲的闲话不往心里搬，无关紧要的事引起的情绪不往心里流。这件事为什么反人性？因为我们的本能恰恰是反过来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负面偏好，人对负面的信息、负面的评价天生就比正面的更敏感，更容易记住，更容易反复回想。这其实是远古时代留下来的生存机制，在野外一点点危险的信号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大脑会本能地把这些信号标记为重要，反复提醒你。可问题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早就不是那个处处有猛兽的丛林了，可大脑这套机制却还没换。所以现在一句陌生人的闲话，一个网友的恶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会被我们的大脑当成重要信号反复播放，让你心里堵得不行。佛门里讲6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这6个门每天24小时都在往外接收信息。普通人是门户大开的，什么风都往里灌，什么人都能进来住。而修行某种程度上就是学着去看门，不是把门彻底关死，与世隔绝，而是有一个门卫，知道什么该放进来，什么不该放进来。金刚经第10品里有一句话，不应著色生心，不应著声香味触法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是说，菩萨修行应该让心不住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上而生。换句话说，外面的境界照样会有声音传过来，照样会有画面飘过来，但你的心不应该住在那上面。他来，让他来；他走，让他走，但不让他在心里安营扎寨。故事里的年轻人把院门管得挺好，该放的人放了，不该惊动的，他也没办法。这就是静的部分，谁都没法完全控制。但他心里那道门，却让那几句闲话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还住了一整个下午。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外面的事儿我们管不了多少，但心里的门本来是我们自己能管的，可我们偏偏把它管理权，白白地让给了那些根本不值得的人和事。练屏蔽力不是要变得冷漠，变得不近人情，而是要学会区分，这件事跟我的人生方向有关系吗？这个人对我来说重要吗？如果答案是没有，是不重要，那么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就让他像风一样吹过去就好，不必非得接住。我们再来看第二桩事，摘烂叶子。这件事讲的是翻篇力。翻篇力说的是面对已经发生、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让你受伤、让你委屈的事情，能够放下，不再反复咀嚼、反复纠缠。这一条为什么也是反人性的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种叫反刍的心理机制，就像牛吃东西，吃下去之后还要反复的倒回来再嚼一遍。对于让我们痛苦的经历，大脑也会这样一遍一遍的倒回来重新播放。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种反刍本意其实是想帮你想清楚找答案，可现实里它往往不会帮你找到答案，只会让你把那份痛苦的感觉重新经历一次。佛门里有一个常用的比喻叫过去心不可得，意思是说，过去的事情这一刻它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你的念头里，存在于你此刻的回忆里。你拿出来一遍一遍地嚼的根本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你自己重新制造出来的一份一份新的痛苦。故事里那片菜地烂掉的叶子已经烂了，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可你选择摘掉它还是留着它，这是你的自由。摘掉它，倒进土坑里，它反倒能变成肥料，滋养别的部分；留着它，它只会继续往里烂，还可能传染给旁边好好的叶子。就像一个人因为一件旧事迁怒到现在身边对他好的人身上，那就是烂叶子在传染了。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地方，翻篇不等于假装没发生过，也不等于原谅对方。翻篇针对的是你自己，它的核心是放过自己，不再让一件已经过去的事继续占用你今天、明天的心力。这件事儿对不对？那个人该不该负责？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你自己是否还要继续被这件事儿绑着？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拖着这条锁链，这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困在过去里的人，辜负的不是过去，而是明天。今天的太阳，明天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可如果你的心一直停在某一天、某一句话、某一个画面里，那么不管太阳升起多少次，对你来说，时间其实是停滞的。接着是第三桩事，一个人待着。这件事儿讲的是独处力。独处力说的是一个人能不能在没有外界的陪伴、没有热闹的声音、没有手机的填充下依然安住，甚至从中得到滋养。这件事为什么也是反人性的？因为人天生是群居动物，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性疼痛，一个人被孤立、被冷落，大脑里反应的区域跟身体受伤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本能极其害怕独自一人这种状态，稍微一安静下来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去找点什么填进来。可是佛门里讲修行、讲关照，讲的恰恰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时候，去看清自己心里那些念头，它们是怎么生、怎么灭的。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守住自己的心，不被外境带着走，这本身就是修行最重要的功夫之一。故事里那一天，年轻人最难受的不是安静本身，而是安静之后，那些被平日的忙碌盖住的念头全都冒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只有当这些念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你面前，你才有机会去看它们。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很多让你日夜不安的念头其实并没有那么实在，它就像天上的云，看着遮天蔽日，可它本身根本没有重量，一阵风就散了。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独处是一个人的盛宴。这句话反过来想特别有意思，很多人在一群人的聚会热闹里看起来很开心，可散场之后，那种空和冷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要重得多。因为热闹的时候，我们没有跟自己对话的空间，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念头都被外面的声音盖住了，没处理的还是没处理。而真正享受独处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安静里，已经跟自己的内心谈过很多次话了。该面对的面对过了，该放下的放下过了，所以他们不需要靠外面的热闹来填补什么。最后是第4桩事儿，下山帮那户人家采茶，这件事儿讲的是利他利。利他利说的是一个人在没有立刻的回报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先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精力甚至利益分给别人。这件事之所以反人性，是因为人的本能是自利优先的，这本身没有什么对错，是生存的需要。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利这件事做到了极致，遇到任何事第一反应都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么他的世界会越变越小，因为他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慢慢的跟他保持距离。佛门里讲布施，很多人一听到布施，第一反应是捐钱。其实布施的范围远比这宽，你的时间、你的力气、你的一句安慰、你的一个举手之劳都是布施。佛门里还讲一个特别深的道理，叫三轮体空，意思是真正圆满的布施是布施的时候，不去想我在布施，不去想对方是受我恩惠的人，也不去想我将来会因此得到什么，心里干干净净，没有这几层算计。但是对于刚开始练这件事的普通人来说，三轮体空这个标准太高了，先别急着去够这个标准，重要的是先从愿意开始，愿意在自己也有事情要忙的时候，依然分一点出来给别人。故事里那个年轻人一开始是犹豫的，我自己的事还没收拾完呢。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总觉得等我自己的事都顺了，等我自己手头宽裕了，再去帮别人。可问题是，自己的事永远没有忙完的那一天。如果一直等准备好了才肯利他，那么这件事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生。最后他还是去了，而那一上午，他的整个心思第一次完全离开了自己，离开了那些反反复复的委屈和不甘。这恰恰是利他利最珍贵的副产品。
当你的注意力放在怎么帮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些原本占满你心思的烦恼会暂时失去落脚的地方。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个习惯利他的人，他周围会慢慢聚集起一种善意的回声。你帮过的人会记得你，你给出去的会以各种你想不到的方式慢慢的回流到你身上。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种最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好，4种能力我们都拆开看过了。那么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练呢？接下来给大家几个实实在在可以拿来用的方法。先说屏蔽力，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每天给自己设一个信息断点，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比如吃完晚饭后的1个小时，不看手机里那些跟你的人生方向毫无关系的信息，别人的吵架、八卦，跟你没有任何交集的争论。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漏掉了什么，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重要的信息，大多数根本不影响你的生活半分。还有一个心法，当你发现自己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某件小事，情绪开始往下沉的时候，可以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这件事儿或者是这个人，跟我1年后的生活有关系吗？如果答案是没有，那就允许自己把它放回去，不是压抑，是看清楚之后自然的松开手。再说翻篇力，大家可以试着给那些反复出现的让你不舒服的念头做一件事，写下来，然后撕掉，把那些反复纠缠你的念头老老实实的写在纸上。写完之后，把这张纸处理掉。这个动作本身有一种象征意义，告诉自己的潜意识，这件事我已经放出去了，它不需要再住在我心里了。另外，每次当你又开始反刍某件旧事的时候，可以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话：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新的一刻。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每一次重复都是在给大脑重新打一个标记，告诉他这件事不再是未完成的任务。第3，独处力。这个最好的练法就是给自己规律地安排一个人的时间，可以从最小的开始，每天提前15分钟到20分钟起床，不开手机，不开电视，就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简单的坐着看着窗外。这15分钟不是为了做什么，而是为了让自己先回到自己，再去面对一天。进阶一点，可以试试每个月给自己安排一段数字斋戒的时间，比如一个周末的下午，把手机放到看不到的地方，去走一走，去图书馆，或者就在家里发一会儿呆。一开始可能会特别不习惯，甚至有点烦躁，这是正常的。这种烦躁恰恰说明你平常依赖外界刺激的程度比你自己以为的要深。如果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比如禅修营、静修之类的活动，给自己一段相对完整的跟自己待着的时间。哪怕只有1天，你会发现那种一个人也很安定的感觉是会带回到日常生活里的。第4，利他力。很多人一听到利他就觉得是要做什么大事，捐很多钱，做很大的善事。其实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是那些小到不会被记住的善意。比如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很小的目标，今天做一件对方甚至不知道是你做的好事，可以是在电梯里帮忙按一下楼层，可以是看到地上的垃圾弯腰捡起来，也可以是给一个平时帮你做事却很少被感谢的人真心的说一句谢谢。还可以定期做一点随喜的练习，看到别人过得好有成就，不是嫉妒也不是无感，而是真心的为对方高兴一下，甚至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一句。这个动作
看起来与己无关，但是它在悄悄地扩大你这颗心的容量。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方法，每次做了一件利他的事之后，不要去想这会不会对我有好处，而是把这件事在心里回向出去，不求回报的献给所有跟你有缘的人。这个不求回报的动作本身就是在一点一点松开那个时时刻刻在算计划不划算的我。这4种能力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互相成就的。你越能屏蔽那些不重要的，心里的空间就越大，翻篇也就越容易。心理空间大了，你也就越不害怕独处。而当你不再被那些纠缠的情绪占满，你才有余力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去做那个利他的人。讲到这里，故事讲完了，道理也拆完了。但其实今天讲的这4种能力，屏蔽、翻篇、独处、利他，它们背后有一条共同的中心，那就是越是过得好的人，越懂得把心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外面的世界永远是吵的，是乱的，是充满你控制不了的人和事的，这从来不会变，也不需要它变。能变的只有一件事，你这颗心是被外面的一切牵着走，还是你自己说了算。那个年轻人下山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上了一次山。这一次老和尚没有给他布置任何任务，只是问了他一句话：这几个月你觉得自己变了吗？年轻人想了很久，回答说：好像也没什么大变化，该面对的事还是要面对，该处理的麻烦也还是有，但是我心里好像多了一个房间。以前那些事一来就直接堵在门口，把整间屋子都占满了。现在他们还是会来，但是我心里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先把他们放一放，然后我再去做我真正该做的事儿。老和尚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各位，今天的这一支影片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屏蔽力、翻篇力、独处力、利他力这4种里，您觉得自己最缺的是哪一种？或者说您心里那个门，最近是不是又被什么不该住进来的人或事占着了？欢迎您在评论区写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今天这一集对您有一点点触动，请帮忙点一个赞，点一下订阅，也欢迎分享给您觉得最近过得有点累的那个人。也许这一份转发就是对方今天最需要的那一份提醒。最后也请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您此刻最想说给自己或者送给别人的祝福。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慢慢练成这4种反人性的本事，心安自在，越走越亮。我们下一集再见。